脑筋长，寿命长，能劈叉就说明人还没老，真的是这样吗？在小区、去公园或者在路边，我们往往能看到老年人一只脚架在高处拉筋，还能听到他们鼓吹筋长1寸，寿长10年，脑筋长，寿命长，真的是这样吗？先澄清两个经常在一般文章中被弄混淆的词：柔韧性和活动性。这两个词在一般文章中通常也被灵活性所替换。其实柔韧性 flexibility 指的是我们身体中的肌肉、韧带和肌腱这类软组织生长或被拉伸的能力，而活动性 mobility 是指关节在其整个活动范围内移动的能力。举个例子，直腿弯腰，手掌心能贴到地面，这个表明你有很好的柔韧性，所以能劈叉也说明有很好的柔韧性。而你伸左手去给右侧肩胛骨附近的某个部位挠痒痒，则说明你的左肩关节有不错的活动性。在一般非专业文章中，大多数作者普遍喜欢用柔韧性来泛指活动性，或者泛指既包括了活动性，也包括了柔韧性。那么，柔韧性和活动性与人类的寿命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吗？比如说，柔韧性好的人寿命就会更长，或者说活动性好的人寿命就会更长。我上网查阅了运动科学相关的论文，发现今年也就是2024年8月，一份发表在斯堪的纳维亚医学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作者发现活动性好的老年人寿命更长，即使考虑到年龄和健康状况因素在内也是如此。注意，这里活动性好和寿命更长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关联关系。论文作者在研究中使用了 Flexi Test， 他评估了7个关节和20种身体运动的活动性。研究人员测试了3000多名46至65岁的男性和女性的活动性，并随访调查了13年后的死亡率。论文发现，虽然活动性与两性都活得更久有关，但它对女性的影响甚至比男性更大。活动性最低的女性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比得分最高的女性要高出5倍，而对于男性来讲，测试得分最低的男性过早死亡的可能性则高出2倍。作者指出，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活动性作为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该研究的结果强调，这种关联在极端情况下变得更加明显，你越灵活，你就越能降低早逝的风险。但是，我尚未找到柔韧性好的老年人寿命更长的研究报道。相反，过度拉伸的病例倒是屡见不鲜。我想，因为就像弹簧或者橡皮筋过度拉伸会导致弹力损失，过度拉筋也会导致身体软组织功能上的损伤。我想这也很好理解，老年人怕的是跌碰摔倒，考验更多的是骨骼和关节活动范围。因此，活动性好的人由于关节活动范围不受限制，或者受到的限制更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意外的时候更容易做到最后有惊无险。对于年长者，其实有多项测试指标来衡量老年人身体功能和健康状态，包括力量、心肺功能、平衡感和跑跳能力等等，而不能单单练习劈叉或者锻炼柔韧性来代替全身运动和锻炼，来达到长寿的目的。